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比特幣家伙。今日咧就想 follow up 翻咧上一條講騙局嘅片啊。如果未睇嘅朋友咧，記得 click 翻個 link 去睇翻先。OK，咁我就歸納咗一啲上一集講過嘅騙局嘅一啲特質。咁我哋嘗試用呢一啲特質去分析下一啲例子。咁我哋分析呢啲例子之前咧，就嘗試回顧下呢啲騙局嘅特質先。第一咧，承諾一個穩定或者高嘅回報。第二咧，少數人揸莊啊，隨時可以搬龍門或者走佬。第三咧，欠缺透明度，參與者冇辦法了解其運作。第四咧，有誤導或者虛假嘅陳述。第五咧，就係佢嘅可持續性或者背後嘅邏輯係點樣。OK，咁我哋事不宜遲啦。例子一，夾公仔機。咁首先有冇承諾嘅回報咧？應該就冇嘅。咁之後睇有冇人揸莊咧？咁可以咁講嘅，因為機主可以調整嗰個難度噶嘛。咁跟住有冇欠缺透明度咧？都唔算嘅，因為你望晒入邊嘅情況啊嘛，你所有公仔嘅擺位你都知道噶嘛，你亦都了解嗰個夾公仔機個運作係點樣噶嘛。跟住睇下有冇誤導或者虛假嘅陳述咧，咁應該都冇嘅。最後咧就睇下呢個可持續性同埋背後嘅邏輯啦。咁呢度要明白玩得夾公仔機咧，大部分嘅錢咧都係為咗去買個娛樂嘅啫。其實你直接買個公仔應該係仲抵嘅。咁所以如果你夾到就 bonus 啦，夾唔到就算啦。如果咁容易夾到有物有所值嘅話咧，咁冇人會去擺啲夾公仔機喺度啦。咁例子二咧，買大細。咁假設賭場係冇出千先啦。咁首先咧，佢冇保證嘅回報啦。OK。咁第二樣嘢，少數人揸莊係嘅，不過咧一般咧都冇得搬龍門嘅，因為啲規則啊、賠率啊呢啲一早 set 好噶嘛。咁第三樣嘢咧，透明度咧就一般般啦。你知道佢運作嘅模式嘅，但係你又冇得 audit 佢噶嘛。咁至於誤導同埋虛假嘅陳述咧，應該都係冇嘅。咁可持續性同埋背後嘅邏輯咧，就係你長買咧，你長賭一定係輸噶啦，因為莊家有優勢噶嘛。佢個機會率同埋賠率嗰度計到個 expected value 出嚟，一定係正數噶嘛。如果唔係冇人做莊，冇人開賭場啦。例子三，國債。咁有冇承諾一個穩定嘅回報咧？有啦，但係唔會係高嘅。咁有冇少數人揸莊咧？會啦，因為係個政府揸莊噶嘛。咁會唔會搬龍門咧？少少啦。雖然你個利率係定嘅，但係政府可以加息減息咧，令到你嘅債價咧係會好波動。跟住有冇欠缺透明度咧？有啦，因為你 audit 唔到佢盤數噶嘛。跟住睇下有冇誤導同埋虛假嘅陳述啦。咁好多時咧，國債都會被包裝成為一啲無風險嘅資產。咁咧唔係無風險嘅。首先第一樣嘢咧會有違約嘅風險啦。違約嘅時候咧係歸零嘅喎。咁第二樣就係當利率上調嗰陣咧，你嘅債價就會有暴跌嘅風險咯。第三咧就係咧，政府可以透過撳低嗰個 CPI 數字咧，即係消費者物價指數，等你覺得咧揸住啲債券咧可以抗通脹。最後咧睇下背後嘅邏輯同埋可持續性啊。咁背後嘅邏輯咧就係政府係入不敷支嘅。咁咧佢係要靠發啲新債去還啲舊債啊。咁長遠咧係冇可能持續到落去啊。等於你用信用卡咧淨係還 min pay 咧，卡冚卡咁樣啊。同埋好似賭場長玩一定輸咁樣咯，因為數字上咧你連本帶利收翻嚟嘅錢咧係會多咗，但係你嘅購買力咧係不斷減少。例子四，比特幣。第一樣嘢咧，有冇承諾一個穩定嘅回報啊？咁冇啦，佢冇一個官方嘅人可以走出嚟同你講任何嘢，承諾你任何嘢。咁佢嘅價值同埋價格係自由市場去決定咯。第二樣嘢有冇少數人揸莊咧？咁冇啦，因為比特幣只係一本帳簿，我同你都可以去參與嘅一個網絡嚟嘅。咁絕對唔係少數人可以揸莊嘅。唔係你揸得多幣就可以話事。
冇人可以逼你咧 run 第二個你唔認同嘅 software。第三咧，有冇欠缺透明度咧？咁比特幣成件事都係 open source 㗎啦，你可以 verify 到嘅。咁而且成條 blockchain 咧，由2009年咧到而家咧，每一個 block 咧，每一個 transaction 咧，你都可以去睇返，你都可以 audit 到嘅。咁所以係完全係公開透明嘅。咁第四咧，有冇誤導同埋虛假嘅陳述咧？咁比特幣係冇一個官方嘅人咧可以走出嚟同你講任何嘢嘅，任何人都可以同你講關於比特幣嘅一啲意見。但係最緊要係 do your own research。第五咧就係可持續性同埋背後嘅邏輯啦。呢樣咧可能係最多人咧覺得比特幣係騙局嘅原因啊，就係因為覺得咧比特幣係冇辦法持續咁樣升落去，個泡沫爆破嘅時候咧就會歸零。OK，咁呢度留意翻咧，所有嘅資產嘅價格咧都係由 supply and demand 去決定嘅。咁而比特幣嘅 supply 咧就係每4年減一半，而且最終咧係限量嘅，所以個關鍵咧就係個 demand 點樣去 keep 到咧？個邏輯咧就係只會越嚟越多人咧會選擇將 fiat 即係法定貨幣咧轉做比特幣去保護自己嘅財富，保護自己嘅購買力，因為只會越嚟越多人見到自己嘅購買力不斷被蠶食。咁我哋點樣見到啊？因為我哋見到啲嘢越嚟越貴咯。點解啲嘢越嚟越貴啊？就係因為越嚟越多美元喺呢個世界度咯。咁所以比特幣唔係用嚟俾你增加你嘅 fiat，而係用嚟取代你嘅 fiat。不過我認同一樣嘢咧，就係比特幣嘅價格咧，雖然會不斷升，但係佢唔會無限咁升。去到一個位咧，啲 fiat 變晒廢紙嘅時候咧，咁你冇得用廢紙嚟計價噶嘛。咁所以到時比特幣咧就唔會有價格噶啦。咁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可以嘅話咧留言話俾我聽，以上4個例子咧，你覺得邊個係騙局，邊個唔係騙局，同埋幫手 subscribe 個 channel。Thank you，下次見，拜拜。